荣耀 Magic 8 Pro 和小米17 Pro Max， 这次就来看看它们的对比。本期看点如下，推荐大家仔细去看。这两台手机厂家已经在字面上给它们进行过对比了，那么我们 ZPH 呢，用实测的方式再让它们对比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有测试环节，最重要的是能看到很多网友的优秀摄影作品。鼓励大家参与到摄影中来，一直是我们节目的宗旨。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把自己拍摄的好看的照片上传到了视频回复当中，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啊！是你们用实际行动真正的带着大家参与到了摄影中来，也非常感谢给我们节目点赞和加关注的朋友，尤其是加关注啊，这是让我们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那下面就看看本期的摄影环节有哪些网友的摄影作品入选了吧。器材虽然分好坏，但是摄影不论器材，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那下面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后摄呢，笼统上说呢，它们都是主摄跟超广角。荣耀这边呢是 3.7 倍的长焦，小米这边是5倍的长焦。但是它们后摄镜头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超广角跟长焦上。荣耀的超广角相对来说视角非常宽广，长焦呢它是大底的2.1像素长焦，小米的长焦虽然焦段更长，但是它是小底的5000万像素的长焦，后面分别会有对比。那先说拍摄界面吧，现在看到的就是荣耀的拍摄界面，0.5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3.7倍就是长焦镜头，10倍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现在是小米的拍摄界面，0.7倍的超广角，1倍的主摄，2倍是主摄的数码变焦，5倍是长焦镜头。同样的，它也有一个10倍的数码变焦焦段，也是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在拍摄模式方面，荣耀有3种最基本的色彩模式，就是鲜明、自然和质感。当然，它也给了很多模拟胶片的色彩模式。重要的是，这回荣耀在宣传中还提到了，它给了用户自定义色彩模式的功能，就是现在看到的带加号的小吸管。你可以从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中截图，比如说电影啊、油画这些都可以吸取它的颜色，这样的话就可以生成属于你自己的色彩风格了。还有3种 AI 追色的颜色模式，这3种模式呢分别对应适合的场景，而且它们也都有详细的说明。这些功能呢就希望大家多多去用啊。小米同样也给了很多丰富的色彩模式可以选择，它屏幕左上角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2种大色彩模式，徕卡生动、徕卡经典的切换开关。同样的，除此以外呢，它也给了很多其他可供大家选择的好玩的色彩风格。你看现在的手机厂家给用户提供了这么多好玩的色彩风格，那么他们希望的肯定也是跟我们节目宗旨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参与到摄影中来。2台手机的系统都升级到了最新正式版，那下面我们就正式对比2台手机在成像上、在光学上的表现了。我们测试的标准呢，就是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老规矩，先从主摄开始聊。主摄的参数都是列这儿了，咱就不挨个念了。它们在硬件参数上呢还是非常接近的，但是光圈呢是荣耀的稍微大一些。先看第一组样片，那测试标准呢前面已经说了，就是默认设置，拿起来就拍。两边在成像风格方面呢，
比较接近啊，仔细看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只不过这么点区别呢，应该不会造成选择上的困难吧。不过颜色风格呢也不太重要，反正颜色都是可调的啊，注意啊，是可调，不是必调，注意这个词儿啊。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解析力。两边在解析力方面，无论是光学素质还是数码处理痕迹呢，都是比较接近的。再看一组对比仪，那么这一组呢，颜色风格方面的区别呢，天空的差别稍微大了一些啊。你们可以说说更喜欢哪边的色彩表现。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如果你们仔细的较真的去看呢，肯定能看出两边各有各的细微的强的地方。那么这种细微的差别呢，已经可以说它们是非常接近的表现了。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这回在高清模式的对比下呀，就有些差距了。荣耀的解析力更强一些了。那么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先看右上角的表现，这回荣耀的表现可比小米要强很多了。那么左上角的表现呢，两边倒是差不多啊。反正整体来说呢，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也是荣耀的更好一点。从参数上说呢，两边差距最大的就是视角的不同了，也就是等效焦距的不同。荣耀的超广角等效12毫米非常宽广，小米的17毫米呢有点窄了。一开始我还以为小米给了一颗大底的全天候的超广角，因为它的视角确实不广，结果一看它这感光器大小也不大。从实拍样片上看，两边的颜色风格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视角的区别确实非常大，是吧？那具体的视角区别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小米拍不到的范围。那至于中心解析力方面吧，由于两个超广角的视角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小米这边的视角窄了非常多，那它画面中心的物体呢也就会大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小米看得更清楚啊，否则的话就真出事儿了。再看一组对比，这回两边拍摄出来的样片在颜色风格方面就有差别了，尤其是地面的差别。不过老实说呢，他们俩的颜色风格就应该有差别，因为视角的区别实在太大了。因为能拍起来的囊括的画面的范围差别就非常大，这会非常影响测光的。所以说两边在拍摄的颜色方面、明暗方面有区别是很正常的啊。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也是没有悬念的，肯定是中心物体拍得更大的小米看起来更清晰。不过作为超广角镜头呢，你要是做不到那种全天候级别的主摄级的夜景拍摄效果的话，那作为超广角镜头还是越广越好。两个超广角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那么在高清模式下呢，解析力方面也是小米的更优秀啊，理所当然的。但是在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荣耀的这颗超广的超广角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啊。它的边角画质把控居然跟小米差不太多，虽然说它的紫边确实比小米的更重，但是镜组的光学质量是视角越广，它是越难把控的，而且荣耀还比小米广了这么多。在这种情况下，有这样的边角画质把控，已经足以说明荣耀的这颗超广角镜组光学质量做得非常好了。小米那边呢，这次对超广角的态度呢有点凑合了。再说长焦镜头，荣耀这边呢是3.7倍的大底2.1像素长焦镜头，小米这边呢相对来说是小底的5倍的5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颜色方面，蓝天还有红墙的色差是比较明显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那么中心解析力两边非常接近。现在是3.7倍的对比，荣耀是光学焦段，小米是数码变焦。但是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哇塞，小米的表现非常的好啊，甚至有些地方看起来比荣耀的都要好。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这个时候，小米启用的是融合算法，就是中心部分是用5倍镜头拍的，边缘部分是用1倍的主摄拍的。那融合算法的照片呢，有一个代价，也就是说缺点吧，就是让同一张照片的画面中心和四周的画质差距非常的巨大啊。现在看到的就是小米的同一张照片，它画面四周跟画面中心的对比，这种画质的差别你们能接受吗？老实说，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融合算法的照片的。再看5倍的对比，这时候荣耀呢5倍呢就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了，小米的5倍呢就是光学焦段了。你还别说小米这颗小5倍长焦呢还挺争气的，在5倍焦段下它的解析力非常好比荣耀的要好。那荣耀的3.7倍最高像素是2.1像素，小米的5倍的最高像素是5000万像素。那这两颗长焦镜头都在高像素模式下的时候，解析力方面还是荣耀的3.7倍镜头解析力更高。
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这组对比呢是难得的长焦测试宽容度的样片啊。在我们测试宽容度的环节呢，很少有长焦的测试，这是因为长焦很少能囊括这种大光比的场景，但是这组样片不一样，它确实有强光有阴影。那么结果呢，由于它画面比较简单，这解析力方面倒是不好说哪边好啊，就说差不多吧。但是高光部分小米这紫边太明显了，荣耀控制的还是不错的。现在是3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已经算是超长焦的对比了。那么这个时候衣服跟窗帘上的细节呈现呢，还是荣耀的更好啊。小米那边数码涂抹痕迹也已经非常重了，最关键的是铁栏杆上对夕阳的反光，小米又紫了。再说微距的对比，微距这边呢，用超广角数码变焦的主摄的焦段和用长焦镜头的数码变焦拍微距都尝试了。那先说超广角的数码变焦吧。现在写的是主摄啊，其实是用超广角数码变焦到主摄的焦段的。那么这个时候微距的效果呢，荣耀的更优秀。那长焦微距这块呢，小米一旦启用了微距模式，它确实默认是用长焦来拍，但是它屏幕也提示你了，要离被摄物体30厘米以上。这30厘米拍微距的话，这效果能有多好呢？反正现在看的就是荣耀跟小米长焦镜头加上他们数码变焦之后的微距效果。那么结果呢，依旧还是荣耀的效果更好。再说前摄的对比，先看前摄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在默认设置下，荣耀的视角就已经比小米宽广了，而且这个时候小米已经不能再调视角了，而荣耀还可以把视角调得再广一些。人物的肤色两边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在我眼中呢，都挺不错的啊。从你们的显示器上看，你们觉得哪边的肤色更好看一些呢？清晰度跟解析力两边都很优秀。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这回视角的差别呢，跟自拍反过来了，荣耀的视角稍微窄一些了。两边的色彩表现呢，跟自己的前摄自拍都是很接近的，这点做的还是很统一的。他们的清晰度啊、细节呀，还有防抖啊，也都是同一个级别的，做的都挺好。不过有一点之前也说过，小米17 Pro Max 这台手机是有背屏的，你可以利用背屏拿手机后摄的主摄和超广角当前摄用，那这个时候它拍摄出来的自拍效果是其他手机很难比拟的了。再说人像拍摄，用的就是手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选项。那么这样台手机在白天的人像表现呢，咱们概括的说呢，就是他们的水平都挺高的，而且水平也都非常接近。换了2个场景来进行测试啊，也是2种不同的光线角度，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像呢拍的都非常精美，也都非常精神，磨皮美颜呢也属于同一个水平。肤色呢肯定是有区别的，但老实说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也分不出哪边更好。从你们的显示器上看呢，你们更喜欢哪边的人像效果呢？那这样台手机要人像上分胜负呢，还是得看夜景人像，尤其是长焦人像。夜景的长焦人像呢，这回是荣耀的宣传重点。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场景下，小米的这颗5倍的小长焦镜头拍摄出的人像效果也是非常精美的。但是来了，那如果放大看细节呢，比如说衣服上的细节，那荣耀可比小米的丰富得多啊。换一个环境，这回夜晚的光照环境可比上一组更暗了，对这台手机的考验更强了。那这个时候从人物肤色上看呢，小米跟荣耀就已经拉开了差距。那如果放大看衣服上的细节呢，同样的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荣耀的表现更强。再说蜘蛛宽容度的表现，荣耀这边呢测试了鲜明、自然、质感3种色彩模式，小米那边呢当然就是徕卡生动、徕卡经典2种大色彩模式了。那么简单的来说呢，这2台手机各种色彩模式在任何场景下，它们主摄跟超广角的蜘蛛宽容度表现都是非常好的，亮部都能亮得上去，暗部也能暗得下来，细节保留的都不错啊。暗部呢，有些场景呢，他们俩稍微都有那么一点点的偏色吧，可能是我要求太严格了啊。总之，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非常稳定的。可以说，他们在任何场景下、任何模式下拍出来的照片都能满足您在后期的需求，因为他们亮部跟暗部的细节保留都是非常丰富的。再看夜景对比，先说城市环境的夜景表现。首先说啊，这2台手机距离上次测试的时候都有了明显的进步。这2台手机在刚拿到手的时候，
它们在夜景的直出表现呢，尤其是超广角，在有些场景下，它们的亮部细节呈现是有问题的，必须要打开夜景模式或者用自动夜景来拍。但是这次的测试，这两台手机在直出的情况下，超广角在任何环境下的细节呈现都比上回有了明显的提升。距离上次测试，这两台手机都经历过2到3次的系统升级吧，至少2次。那么在夜景超广角的表现呢，都有了明显的改观。那么这两个品牌呢，还是值得表扬的。其中小米在极暗环境下的表现改观的更明显，那这点咱们后面再说啊。再看城市昏暗的环境，这个是昏暗的环境，不是极暗啊。那么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是荣耀的更好，超广角呢荣耀也是稍微强一点。再看中长焦在夜晚的表现，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大差不差。那现在呢都是3.7倍的，荣耀呢是3.7倍光学焦段，小米是3.7倍的数码变焦。解析力方面，荣耀的强很多。这回小米呢就不再跟白天似的启用融合算法了。现在是5倍的对比，5倍荣耀是数码变焦，小米呢是光学焦段，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两边差不太多，观感上小米稍微强一点点。现在都是10倍的数码变焦对比了啊，两边就是大差不差了。那现在长焦镜头来到了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现在是3.7倍的对比，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荣耀的要强很多啊。像这样的环境呢，我拍了不止一组，像这组的表现也是如此，荣耀的3.7倍焦段比小米强的非常明显。不过5倍跟10倍焦段的表现呢，两边倒是大差不差。现在就是极暗环境的对比了，第一个场景祖传神速，主摄的表现两边非常接近。超广角对比嘛，由于这两台手机超广角镜头的差别，就视角的差别实在太大了，这实在不好说啊。但是颜色方面呢，就说小米的更好一些。健身器场景非常的极限，细节呈现方面，荣耀的表现更强。这里要夸一下小米啊，还记得上回小米对比 iPhone 这个场景的表现吗？啊，就是现在这张图的效果。那这次呢，它跟荣耀的对比，在这个场景下表现提升了非常多啊，这就是系统升级的好处。超广角的表现其实就谁也甭说谁，因为它俩的超广角在这么暗的环境啊，都很难应付了。树林小路场景主摄的表现，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呢，细节呈现方面还是荣耀稍微强一点点。不过这里要说一下小米啊，这回是真说了啊，就不是夸了啊。在这个场景下，小米主摄居然出现了连续3张照片全拍虚的情况，而荣耀每一张照片都能拍清楚。那么小米呢，应该重视一下极暗环境下的对焦表现。最后一个场景，祖传神速 Pro 是非常极限的。要说细节呈现呢，两边倒是差不多，不过缩小看整个的环境呢，荣耀在提取这些极暗环境下杂光的表现，确实非常厉害啊，能把这个场景拍得五颜六色的。但是放大看呢，它的数码处理痕迹呢也确实多了一些。那么整体看呢，我还是觉得小米的颜色更好一些。录像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也是最接近现在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白天手持走路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台主摄的表现非常接近，主要的区别呢，也就是颜色的区别了。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它们的防抖跟解析力都是非常出色的。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当时还是有些逆光的，两边视角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那肯定是荣耀的视角更宽广啊。而且颜色的区别呢，其实这回主要体现在亮度方面。荣耀这边更亮堂，其实它不是更亮堂，它的颜色挺适中的。小米那边呢有点偏暗。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两边非常接近啊，也就是颜色上的区别了，清晰度、防抖都很好。现在是3.7倍的对比，荣耀是光学焦段，小米是主摄的数码变焦。那么这回的录像上呢，小米就不能启用融合算法了。那么在清晰度跟解析力上的区别跟荣耀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荣耀的要强很多。你看现在是5倍的录像效果对比，虽然说荣耀这边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小米是5倍的光学焦段，但是在任何方面，清晰度啊、解析力啊、防抖啊，两边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是15倍的数码变焦啊，两台手机最远的数码变焦焦段都是15倍。但是从画面里看呢，荣耀的焦段好像更长一些，它们的清晰度、解析力还有防抖呢，都是同一级别的了。现在是夜晚主摄的录像表现，那么这回在清晰度跟防抖方面啊，就是小米的表现更好了啊。不过小米这个鬼影呢，也是更明显的。超广角在这么暗的环境下呢，
两边的表现呢都还行吧，不能太苛刻的要求他们啊，因为这个场景对于超广角来说呢，真的很难搞定。现在是 3.7 倍的录像对比，荣耀是光学焦段，小米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但是小米的焦段呢看着更长，也许是电子防抖裁的太多了。那不管怎么着吧，反正解析力啊、清晰度啊，还有防抖啊，还有鬼影的控制啊，都是荣耀的表现更好。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那么这个时候呢，虽然说亮度上看着小米是更亮一些的，但是仔细看呢，在解析力方面是荣耀的表现更好。其实你不仔细看呢，纯净度方面也是荣耀的表现更好。现在是10倍焦段的对比啊，还是小米那边看着画面亮堂一些，但是也不用仔细看就能看出来，清晰度啊、解析力方面就是荣耀的表现更好。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本期的时长也不短了。这两台手机呢，在宣传上，在发布会上呢，厂家已经给他们做过对比了。但是看宣传呢，肯定不如看实测对比啊。那么前面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到了结尾呢，大家就再说一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长相吧，就是对他们的工业设计投下票。如果你喜欢荣耀的工业设计呢，就打1；喜欢小米的工业设计打2。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有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